大家好，我叫 Kevin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年1月刚搬来拉斯维加斯，很喜欢这里的生活，也经常在这里打打牌，主要就是在 Bellagio 和 Aria 打一些50、12的德州扑克和底池线出奥马哈，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POO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到了 Bellagio 百乐宫，由于现在是在 WSOP 期间 ，action 是经常会很不错啊。闲话不多说，直接看手牌吧。我们今天打的是一个50的牌局 ，Bellagio 的最大买入上限呢是1500美金，我们也是买入到了最大上限。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吧。枪口是一个新玩家，他 post 了10美金。我们呢在 low jack 看到一手5-6草花，是加注到了40美金，紧贴在我们身后的 high jack 选择了 call。他是一个输的油头的美国玩家，根据我们之前的观察，他在翻牌前很松很弱，几乎就是 call， 很少会去3逼别人，其他人都弃牌，枪口玩家 call， 3个人一起来看翻牌。翻牌来了 K 勾 ，K 勾是黑桃，另一个 K 是红桃。我们手里拿着2张草花是完全 miss 啊，连后门概念都没有。可是我们在这个牌面上还是有着巨大的范围优势，所以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吸了一枪50美金，1/3多一点的下注。High Jack 的油头哥跟注，枪口弃牌。转牌来了草花7，我们这里翻牌位跟注，已经准备好放弃了。在这里我们就选择了过牌，他只要下注，我们肯定是一个秒弃牌啊。不过油头哥也选择了秒过牌。合牌是来了方片6啊，好歹也算是有点摊牌价值，也没有什么打的必要，这里还是可以赢一些在翻牌听花听顺的牌。我们过牌后呢，油头哥也选择了过牌，他说了一句 I miss， 那是真的很舒服呀。打开了我们合牌歪中的底对，收下了第一个比较不错的底池。让我们一起记住油头哥，后面还有和他一些擦出火花的手牌。来看第二手牌啊，这手牌开始前啊，我右手边一个打得比较好的 reg 在枪口，他提议全桌强抓21圈，于是我们就放了一个40的 double straddle， 给桌子带来一点 action 啊。行动线是这样子的，本来应该在 high jack 的油头哥，现在突然变成了第一个行动。他选择 limp 的40美金，小盲和大盲都 limp， 右手边的 reg 也 limp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桌子整体打的还是偏松偏弱啊。我们在 double straddle 一看牌，看到一手 A10杂色，底池里死钱这么多，他们 limp 范围又没有什么强牌，我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巨大的挤压，他做到了400美金，他们所有人就开始面面相觑啊。然后所有人都弃牌，我们没有什么风险的收下了底池里160美金的死钱，真的很舒服啊。距离上一手牌呢过了1圈，来到了我们今天视频的第3手牌。右手边的那个 reg 还是同一个人，和我们一样放了一个 double straddle， 我们是很调皮的放了一个 triple straddle 啊，80美金。经过之前的观察呢，发现桌子上的很多娱乐玩家都不愿意弃掉一些边缘牌，喜欢 limp 来看牌啊，想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如果还有很多 limper， 我们就做一个更大的挤压来抢下更多的死钱。果不其然啊，这手牌一直弃牌到 button， 小盲大盲第一个第二个 straddle 都选择了跟注 limp 这80美金。这时候荷官叫把筹码收走准备发牌啊，于是我们赶紧叫住荷官，我们还没说话还没行动呢。来，我们来看牌，一张红桃3，一张红桃 A， 于是我们想都不想直接推出了1500美金的 all in。我们的 A3 同花一定是领先这些 limper 的手牌啊，他们又开始面面相觑，都很无奈啊，于是所有人都弃牌，我们又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收下了这320美金的死钱。这手牌呢是紧接着上一手牌，这手牌我们在 double straddle 的位置，所有人弃牌到第一个 straddler， 就是我们上家的那一个 reg， 他 open 到了120美金，我们是看到了一手 K 勾杂色，这里呢 K 勾杂色基本就是一个100%的跟注。K 勾同色我们会做一个3B， K 勾杂色在 blind vs blind 的时候虽然领先对手大部分的范围，但也不能算是强牌。跟注后的话更容易实现我们的 equity， 因为无论是中 K 还是中勾，我们都很有自信我们是大的。如果是要3B 的话呢，进入翻后操作空间不如同色的 K 勾来的大。我认为这里呢是用更多的一些更差的牌或者更好的牌来做3B 极化我们的范围，比如说 AA、KK、AK、67同色、78同色、A6 杂色、A7 杂色、K6 杂色、K7 杂色，这些牌来做3B。
说的有些多啊。blind versus blind 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，范围也相对更加极化，以后有机会再深入分析讨论吧。翻牌是来了 K 80，两个方片一个红桃，对手是下注了$80在250回的底池里面，是一个1/3左右的下注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选择了跟注。转牌来了红桃7，牌面非常的湿润，是个双听花面，对手选择了过牌，这时候我们基本排除了对手有 set 顺子两对听花听顺的可能，因为经过 flop 的行动线，我们范围里有大量的空气以及一些中对底对卡顺，对手只要下注一个中等尺寸的注码，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些牌，因此我们认为对手就是个空气，或者 AK K 圈 AA 这些在这个面上的中等牌力，或者是一些有摊牌价值的牌，类似于 A8 A7 勾8勾7，我们呢在这里也是个中等牌力，下注很难遭遇到对手更差的牌支付，于是我们也选择了过牌。合牌是个草花钩，这张牌使得牌面上单9就纯顺了，同时也有一个 A 圈的 nuts。由于我们转牌上的分析，我们并不认为对手有很多9在他的范围里面，我们并不惧怕会输给顺子，准备好对手过牌，我们就做一个价值下注。不过这时候对手很让我意外的下注了$110，一个1/4左右的下注。我觉得对手这个一定不是在 bluff， 更像是一些勾叉歪中了 river 的两对，或者 AA K 圈之类，既想便宜摊牌，又想拿一些薄价值的牌。我们想了很久啊，最后选择了做一个$320的加注，想反过来拿他这些牌的薄价值，但非常出乎我们意料吧，对手选择了 all in， 全部的剩余$1200的筹码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这里是1秒就把我们的牌丢掉了，估计对手就是个圈9或者 A 圈了大家觉得我在这里加注会不会太 overplay 了呢？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。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打了3个小时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筹码还是一动不动，还是$1500啊。我们到底最后是水上还是水下呢？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这手牌前面的行动是没有录上，枪口一个刚坐下来的玩家 open 了$30，我们在 cut off 看到一手55，选择跟注，小盲也跟注。翻牌是10、10、8两个黑桃，底池100，大盲和枪口过牌，我们这个55急需保护，选择了下注$40，小盲弃牌，枪口跟注。转牌是方片5，我们非常隐蔽的击中了一个葫芦，枪口继续过牌给我，我们在这里选择下注了一个$70到$180的底池，40%左右的下注，想留下对手所有不信任的 Ace High、卡顺、听花之类的牌，同时我们也想诱惑对手加注 bluff 我们。对手想了想，最后选择了跟注。合牌是草花圈，对手继续过牌给我们。这张圈的出现，我们会输给一些慢打的圈10和圈圈，以及本来就落后的天4条10、10、天葫芦88和80。我们选择极化了我们的牌力，去让对手相信我们是在 bluff， 于是用一些圈勾、圈9、AA、KK、勾勾之类的牌来抓我们的炸货。于是我们下注了2倍超池$640到320的底池里面，然后大家就看到视频里面我不停搓牌看牌的样子，应该就知道了吧。兄弟们出事了呀！对手想了想 all in 了全部后手是$1340，是一个2倍多一点的加注 all in。我们是真的很难受啊，这个赔率真的太好了，但又实在找不到什么 bluff。真的会有人在这里把圈勾之类的牌转成 bluff 吗？我觉得勾9顺子3条10甚至80的天葫芦，面对我这个下注都不一定推得出来吧。最后我们还是想啊想，还是很艰难的选择了弃牌。你们会跟注这个 all in 吗？这手牌也是前面的行动没有录上，还沉浸在前面合牌弃掉葫芦的难受情绪中。行动是这样子的，枪口放了一个20的 straddle， 我们在 low jack 拿到一手 A2 方片，加注到$50 straddle 防守。翻牌来了335彩虹面，有一个方片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面了，有一个下卡顺，一个高张加后门花。我们没有怎么多想，下注了一个$70到115的底池里面，想扮演一个超对 straddler 选择了跟注，但是后来想想下注1/3也许会更好，因为 straddler 范围里是大量会自动弃牌的空气。
转牌是方片7，很明显的一个4-6道顺了。我们的手牌也得到了一些增强，有了后门纳茨花听牌，对手过牌。由于对手翻牌跟住我们2/3的 C bet， 对手会有很多顺子、3条以及葫芦。如果我们转牌继续下注的话，我会很担心遭到对手的 check raise。虽然我们有个纳茨花听牌，但是攻对面听花还是要小心，不想轻易遭到底池，最终选择了过牌。和牌来了方片9，我们是很舒服啊，如愿以偿听到了我们的纳茨花。这时候对手下注了$120到255的底池里面，这时候我们决定加注一个偏大的尺寸，让他一些3条顺子，甚至一些5或者口袋队来支付我们。我们毕竟也是一个后门的纳茨花，我们选择加注到了$650。Straddler 陷入了很长的思考，最终他觉得我们的形象实在是太差了，而且这个行动线也很奇怪，最后还是很不情愿的选择了跟注，亮出了 K5 杂色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一点信任都没有啊。来看下一手，枪口 Open 30，我在 Low Jack 看到 Ace King 方片，3B 到了$90，High Jack 就是之前提到的油头哥，终于又和他遇到了，他选择冷跟住了我们90的3B，其他人都弃牌，枪口 Open 的玩家跟注。翻牌来了774彩虹面，有一个方片，枪口和我都选择了过牌。我的手牌呢，摊牌价值很足，不需要去下注 bluff， 反而我认为更适合用来做抓炸的手牌。如果都过牌的话，还可以免费看一个转牌，看能不能击中 AK 或者我们的同花听牌。油头哥想都不想，下注了$160到285的底池里面，枪口弃牌，我跟注。有另外一个信息啊，油头哥每次作为防守方，只要翻前加注的玩家过牌，他无论什么牌都要下注 bluff， 无论牌面是不是对他有利，或者他的手牌有没有概念，这次我们自然不会给他任何的信任。转牌来了黑桃7，面上3张7，本来我们会担心的油头哥会有的6、7、7、8同色的组合就更少了。我过牌，油头哥稍作思考，在605的底池里下注了$220。面对这么便宜的价格，我们自然是选择了跟注。合牌黑桃3，这张黑桃3的出现虽然说是后门花到了，不过对手也没有什么后门花的组合会走到合牌，同时3张7在面上，就算对手真的是后门花也不会下注了，大概率是会选择摊牌。我继续过牌，油头哥下注了$520到1045的底池里面，后手剩了$300，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马脚啊。如果他真的是4条或者有勾勾级以上的大口袋队，一定是会合牌 all in， 或者是在转牌上下更大的注去拿我们的极限价值的。虽然我心里已经基本上做好了要抓大户的决定了，真的对油头哥一点信任都没有，但是还是给足了油头哥尊重啊。tank 了足足有2分钟才跟住，油头哥也是很无奈啊，亮出了圈9杂色，嘴里还念叨着我就知道你是 AK， 你怎么就不掉呢？我们用 Ace High 连抓3枪收下了这个$2000多的底池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荷官还问我有没有拍完了，看来白乐勾的荷官还是很照顾我呀。这是本期视频最后一手牌了，这手牌有20的 Straddle， 我在枪口看到了 King Queen 方片，很漂亮的起手牌 ，Open 了$50 ，Cut Off 3B 到$150，其他人都弃牌，我跟住。翻牌来了10勾 K 2个方片一个黑桃，漂亮的起手牌得配上漂亮的翻牌啊。我们击中了顶队第2大踢脚，加上皇家同花顺的停牌。我们过牌给翻前3B 的玩家，他 C bet 了一个$120，1/3左右的下注，这个完全是翻前3B 玩家的面，哪怕是这么好看的牌，我们也完全没有任何 check raise 的理由，于是我们选择了跟注。转牌来了黑桃勾，是一个有攻队的双花面，我们都选择了过牌。合牌是一个草花2，一个很干净的 blank。我们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，只有一个顶队第2大的踢脚。我们思考了一下要不要lead出去，但实在是想不到对面有什么牌可以支付我们的下注，被加注了反而会更加难受。最后选择过牌，寻求摊牌。还好对手也敲敲桌子也过牌了，摊开了圈圈，我们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这个不错的底池。没过多久呢，桌子就散了。我们是一共打了5个小时，买入了$2700。cash out $3800，水上了$1100。一开始不温不火啊，最后1小时是先下后上，最终还是有了不错的盈利。
我会在这个频道定期更新一下打牌的日常，和大家讨论讨论牌谱，有打得不好的地方呢，也接受批评指正。如果你也是 Poker 的爱好者，也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转发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